大家好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知道股票是什么东西吗？当初你们开始学买股票的时候，知道自己在买什么吗？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种投资工具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买股票呢？如果你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，那么很可能你就会成为股票市场里的韭菜啦。许多人只知道低买高卖，但赚的钱从来都拿不到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断的交易，陷入了一个死循环。赚回来的钱又被亏掉，然后又赚回来，接着再亏掉，这样不断的循环，永远都没有办法真正的致富。今天我们就来聊这一本书，叫《聪明的投资者》。这本书是让我们当今股神巴菲特开悟觉醒的书籍，因为里面直接告诉我们一家公司与资本市场之间的关系。我发现这本书不只是教我们如何投资，更重要是让我们了解资本市场和股票市场的运作方式。虽然这本书的主题是投资，但对我来说，它教会了我没钱如何创业的方法，以及成熟的融资和杠杆的方式。当我们懂得这些，不管是成为投资者还是创业者，都能够开始实现梦想。这本书谈到的理论是最赚钱的金融手段，是致富的秘诀。我原本在想要不要公开这些资讯，但最终我还是决定分享给大家。我可以保证，只要你看懂了这部影片，然后去实践，你的财富就会快速的增加。对了，在影片开始前，容我说明一下，这个频道是帮助大家提升财商思维，早日达到财富自由。如果你有兴趣，请记得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你将不会错过财富的免费讯息。好了，那么我们进入正题。首先，资本市场其实就是一个地方，让资金和投资机会交流的地方。我们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大市场，像以前买东西去市场那样。只不过这个市场是用来买卖金钱和投资的机会，而不是买水果和蔬菜。在这个市场里，人们可以买卖股票、债券等投资产品，也可以找到投资机会。这就像我们在卖红酒的时候，需要员工，就到人才市场找人；需要家具，就去市场家具买一样。现在资本市场已经不再是一个实体的市场了，它可以在网上进行，比如股票交易平台等等。不过它的本质还是一个让资金和投资机会交流的地方。如果你需要钱，首先要问问自己，这笔钱是拿来消费还是生产。如果是用来消费的，那就是为了你的日常开销，可以去银行贷款或者用信用卡刷。但如果是用来生产的，就是为了赚钱的钱，这种钱叫做资产或者是本金。本金就像是钱的妈妈一样，它可以生出更多的钱。如果你有资产，你就可以把它投资到资本市场中，这样就有机会赚到更多的钱。所以，如果你想要生产更多的钱，就要了解资本市场是什么，怎么运作，以及如何投资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要如何成为资本家？资本家就是懂得用钱去赚钱的人。他们把自己的钱投资到资本市场中，赚取更多的钱。资本市场就是有本金供需的地方，就像是开公司的人需要钱去生产，而能够提供资金的地方就是资本市场。接下来要介绍的金融手段都是非常赚钱的方法，但是越后面的方法就越难，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用到最后面的方法。但如果能够用到前面的方法，也可以变得非常富有。所以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，但是如果能够学会一些简单的方法，也可以在金融市场中赚到不少的钱。举个例子，我的公司需要钱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去跟银行借钱。那银行不能平白无故的借我钱啊，我们要有抵押品。假设我这公司有300万的红酒存货，然后我还想要扩大规模，可以怎么办？就是利用杠杆啊，利用信用啊，我就可以把这300万的红酒做抵押，然后银行说这些酒的估值是200万，他们愿意借我200万，但是我每年要付10%的利息，然后我就答应，然后就办了抵押手续。那我问大家，我的公司跟银行签的这个是什么合约？贷款的合约嘛，这个是债务嘛。一旦我签了这个合约，就相当于我这公司欠了银行200万，每年还要还10%的利息，对不对？银行就是大家常用来集资的资本市场，因为普通人也只懂得这样去借钱，就是抵押向银行借贷。好，那我签了合约，银行要求我6年内要还清，然后这几年我发现酒厂的生意特别好，既然发展得这么好，如果还有钱，我是不是应该再多开几条生产线啊，才能赚更多的钱啊？那这个时候我只有一条生产线，没有抵押物了怎么办？这时候有一个朋友就说了，你不是需要200万吗？你找100个人，每个人去借2万，不就200万吗？
而且每个人就2万块钱，也不需要抵押啊，签个合约就好了。于是我就找了亲戚、朋友、员工，有的没的，凑足100个人，每个人缴了2万块钱，凑了200万。我想问大家，我跟这100个人签的协议书是一样的吗？一样啊，就是欠他们每个人2万块，然后只需要给他们每年 8% 的利息，然后我答应6年后还他们本金加上利息。不过因为这个合约用手签起来太累了，我干脆影印100张就好啦。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聪明的投资者提到的债券啊，所以债券就是这么演变出来的。所以我们关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借钱，而是怎么样才能建立起自己的信任额度，然后合法的融资，让人投资给你，借钱给你。所以我就举办了财商商学院，就是帮大家把一些致富的书籍完全的剖析重点，借由影片的方式让你吸收赚钱的思维。你只需要每周花2天10分钟的时间，就可以完全吸收到帮助你达到财富自由的影片。但这只是最基本的，真正能帮助我们达到财富自由的，是我们有一个 FB 的富人群组。这个人脉圈是属于大家的一种无形的资产，因为里面的资源是无穷无尽的。你可以在里面认识志同道合的伙伴，交流赚钱和人生的心得。当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群里面的人脉也愿意给你意见，给你鼓励。而最重要的是，我也会在里面解答大家赚钱或创业遇到的困难。这些我都不会在 YouTube 公开的，是我花了大量的金钱在外面参加培训，以及一些实战经验中领悟到的方法，还有和一些商业朋友讨论回来的知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，可以用影片描述栏里的连接，用那个限时优惠加入吧。好了，所以企业融资的金融手段就是发布债券，让大家去认购。之后我公司还是需要钱去发展，只要有钱，我就能够每年带来超过1倍的利润。但是银行不能借了，亲戚朋友也借完了，怎么办？这时候有一个亲戚提醒了我一下，说在华尔街有一个地方，很多有钱人在那里没事做，然后他们都聚集在公园里，天天就讨论怎么赚钱。你过去看看吧。于是我就跑过去了。我一看，公园里站了很多人，大家都在讨论给哪个公司投钱。那我就鼓起勇气跑了出去，说我是做红酒的，我1年的利润能超过1倍，然后我需要钱了，你们有人愿意投资我吗？这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过来，这个人叫小李，他说对红酒投资有兴趣，于是他决定跟我过去看了一下我的公司。看了之后，他愿意投资200万，但条件是要占股 25%。我也觉得很合理，不能让别人白白投资我们。那么我算了算，我公司现在值多少？公司现在有大概1000万左右的资产吧。那小李占股 25% 好了，就是小李拥有我那红酒公司1/4的所有权，也就是分红权。这样听懂了吗？所以这第二个企业融资的金融手段就是股权融资。结果呢，没过几年，这个小李就由于各种原因，他要撤资了。可是我还是需要钱啊，于是我就雇了一个叫小黑的同学，让他到公园里帮我拉投资。小黑就每天举着牌子，写着柴先生的红酒公司需要融资的情况，比如去年利润多少，最近利润多少，每股股价多少啊等等。然后我就每个月给这个小黑发1000块美金的工资，他就每天举着牌子，遇到合适的人就拉到我的红酒工厂来参观。也因为他见人就问，所以偶尔也能招来几个。然后有个人叫小苏，他发现小黑举个牌子在公园里找投资人，后来这样做的人越来越多，随着人数的增加，大家就很累，就互相问，然后小黑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。于是我就在公园里租一个场所，花钱买了个大白板，就每天在那里打广告。我让小黑在上面写甲公司叫什么名字，在哪个州，利润多少，净利润多少，然后成本多少等等。写完之后就写乙的公司，然后再来就是丙的公司，以此类推。这样一来，那些人都不举牌子了，因为要集资的公司只需要把信息告诉小黑，然后写在白板上。投资人如果看到哪个公司好，他们就直接去找他就行了，因为联系方式就写在后头。当然，我要请小黑收中介费，只要在白板发布集资的讯息，公司就要收一笔，要投资的人也要收一笔，也就是买卖双方各收一笔。随着发展，越来越多人都到这里来集资和投资，于是我连红酒公司都不做了，我直接请员工在公园的旁边开了一家名为交易所的公司。就这样慢慢的演变成现在我们看见的股票交易所了。就是所有人想交易的话，就到交易所交易。大家听懂了吗？这就是终极企业融资的方法。
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知道一家公司如果需要钱，就可以通过2类金融产品来集资，一个叫做债权，一个叫做股权。如果你想要成为富人，无论你是想要透过创业，还是透过投资来完成这个目标，你们都一定要明白股权和债权的本质。股权和债权未来将会伴随你们的一生。简单来说，股权就是股东，债权就是债主。那你想做股东还是做债主呢？聪明的投资者这本书就是在探讨这个问题。所以我们在股票交易所买到的股票，其实就是一个公司的所有权嘛。那股票的本质是什么？股票的本质就是合伙做生意。假设我们是一个网上酒店，一年赚了100万，那这个公司是我们几个人共同创立的，每个人都投了一些钱进来。当我们要分红的时候，我们有10个股东，每个股东就可以得到10万元的分红。如果我买了亚马逊公司的股票，那我也就是亚马逊公司其中一个股东。亚马逊公司的股份被分成很多份，可能是几亿份或者几十亿份，我可能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，但我仍然拥有这个公司的所有权和分红权。不过由于我们的占股很少，因此没有投票权，只有大股东才能决定公司的发展方向。这就像是一个合伙做生意，大家一起投钱，不论是3个人还是几亿人，逻辑都是一样的。我们一起做生意，希望公司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。所以股票是一种投资工具，它可以让人们购买一家公司的股份，并分享这家公司的获利和成长。股票的价格不是由股票本身决定的，而是由市场上的买家和卖家的行为决定的。人们买入股票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家公司未来会有好的表现，卖出股票的原因则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家公司的未来表现不佳。因此，股票的价格会随着人们的贪婪和恐惧而波动。例如，如果一家银行经营得很好，很多人就会想购买该银行的股票，而使得该银行的股价上涨。但如果发生疫情或其他不可预测的事件，使得银行的业务出现困难，很多人就会担心该银行的未来表现，进而大量出售自己的股票，导致股价下跌。趋势投资者呢，就是跟随大户的行为去投机，他们买进我们才买，他们要卖我们比他们提前去卖。而价值投资者，他们看重的是一家公司的价值。像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者，可能会买进苹果的股票，长期持有，因为他们相信苹果公司有着稳健的财务状况和强大的品牌价值，而且将来还有很大的成长潜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不会因为短期的股价波动而做出买卖决策，因为他们相信长期持有苹果股票能够获得良好的回报，也是对这家公司的支持和信任。所以价值投资和趋势投资2个门派是不一样的，心态也是不一样的。但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一旦买了这家公司的股票，就是成为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。那我们投资股票也是一样的概念啊。千万不要对这家公司一无所知的时候，把自己的钱投进去，要先了解这家公司的基本面，了解它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状况，这样才能提高赚钱的胜率，也是我们投资能够赚到钱最重要的一点。最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给我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带来一点价值的话，希望你能帮我点赞并分享出去，把这价值也分享给你身边的人，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成长。我真心的祝福各位能早日达到财富自由，并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如果你喜欢这类的影片，欢迎你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观看。我是财商思维轻松学的财先生，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。